据说这是被诅咒后惨死的人，场面相当恐怖。被诅咒的娃娃甚至还会半夜移动，拥有它的人不是死亡，就是遭受到重伤或破产等恶业。诅咒真的存在吗？看完世界上被诅咒的10个物体后，给你答案。第10，詹姆斯·迪恩的诅咒。小混蛋是詹姆斯·迪恩的一辆银色保时捷550，这辆车似乎外观很邪恶。曾经有人对他说：“你如果坐进这辆车，下周就会死在里面。”结果真在1955年，他发生车祸而死。这车的零件被出售，有关该车的诅咒就开始显现出来。一名技工买了车轮，当时这辆车从千斤顶上掉下来，压碎了他的腿。此后每个拥有这台车的主人非死即伤，在詹姆斯死后1年内，至少造成了2人死亡，2人受伤。后来他的零件被分解开来，有2名医生分别买了他的引擎跟变速箱，其中1人死亡，而另1人严重受伤，连买轮胎的都因自爆而被送进医院。第9，乌鲁鲁巨石。乌鲁鲁巨石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南部内陆的乌鲁鲁，被视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然地标之一。随着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巨石会随机变换颜色，非常漂亮。每年有30万人参观这里。据说乌鲁鲁巨石会有诅咒，之前有一名澳洲人在参观的时候，将神圣的乌鲁鲁岩石中的一块小石头带回了家，没想到却是这名澳洲人厄运的开始，接二连三的出车祸，袋鼠无缘无故闯进了车头等等。他说可能是受到了乌鲁鲁石头的诅咒，让人觉得非常神秘。第8，巴斯比椅子。巴斯比椅子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物体，位于英国北部的约克郡，据说是一把闹鬼的木椅。托马斯·巴斯比1702年在英国北约克郡被绞死之前诅咒过他。巴斯比当时是一名制作假钞的人，而且还是一名酒鬼。有一次，巴斯比爱上了小镇上的一个女孩，女孩的父亲反对这门亲事，结果巴斯比将女孩的父亲掐死。巴斯比被抓捕归案，法官判处他绞刑。据说巴斯比在被绞死之前曾立下了一个诅咒，任何人只要坐上了自己最心爱的那把椅子，都不会有不得好死。巴斯比被处死之后，每个坐上这把椅子的人，结果都离奇死亡。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附近基地的几个飞行员坐了椅子，结果坐了椅子的人在任务中都死了。第7，阴阳镜的诅咒。这面神秘的镜子似乎可以自行移动，最初的主人在哥伦布附近的一个灵媒交易会上买下了它，几年后，博物馆最终在镜子主人去世后得到了它。第1任主人说，当他们看着可怕镜子的黑暗反射时，他们看到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东西。游客们还说，当他们看着反光玻璃时，他们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东西，比如自己的尸体。超自然神秘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陈列无法解释物体的博物馆，它有数百件闹鬼的历史和超自然的重要文物。巡回展览由著名的超自然研究人员戴安娜和格雷格组织。这家博物馆让人们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超自然现象的证据。他们将一些超自然物品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物体交换，让人们了解一些无法解释的广阔世界。第6，被诅咒的大床。这张橡树床看起来很安全，静静地躺在伦敦的博物馆里。人们认为这是木匠乔纳斯·福斯布鲁克在15世纪为爱德华4世国王制作的。这张床上雕刻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图案，被涂上了鲜艳的颜色。这些面板可能是伊丽莎白晚期国王时期在伦敦由英国工匠制作的。最后，国王换了新床，他被宫殿外的垃圾工拿走，放在周围的几家旅馆里。能在旅馆睡到国王的床，似乎听起来不错，但现实是，许多人在床上睡着后，第2天早上再也没有醒来。床的历史以及它是否闹鬼还有待讨论，但这张床很有名，甚至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书中。第5，巴萨诺花瓶诅咒。据说在15世纪，意大利一名女子在新婚当夜突然神秘死亡了，而在她死亡时期一直抱着一个银质花瓶。
尽管后来这个花瓶辗转经过数人之手，但相传只要拥有它的人都会在不久后死亡，因此民间便开始流传着这是一个受诅咒的花瓶的说法，并将其命名为巴萨诺花瓶。之后每个继承花瓶的人都去世了，直到牧师埋葬了这个被诅咒的花瓶，他睡了300年，直到1988年，他被发现并挖了出来。发现他的年轻人震惊地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上面写着小心这个花瓶会带来死亡。他最终决定把它卖掉，他得到了大约2500美元。之后连续5位继承者都死了，花瓶至今也下落不明。第4，理查德金的肖像画。这幅画里的小姑娘似乎笑起来很开心，但实际上背后有一个可怕的故事。她被挂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德里斯科尔酒店。画中的年轻女孩叫萨曼莎·休斯顿，她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女儿，由于从窗户上摔下来而死。现在的客人声称，仅仅凝视这幅画就让人头晕目眩，就好像你也在从楼梯上摔下来一样。有些人说他们在酒店走廊里看到了萨曼莎的鬼魂，还有一些人说，如果你看这幅画足够长的时间，萨曼莎会像传说一样改变形状。这幅画的闹鬼背景故事是事实和虚构的混合。第3，罗伯特玩偶。罗伯特娃娃的外观乍看之下有点可爱，而他的脸孔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推测是因为太老旧了才形成大小不一的凹洞。不过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人拿着刀子不断地穿刺他的脸庞，看起来极其诡异。据说1906年，奥托一家人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栋别致的住宅。奥托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常常会虐待家里的女佣。有一天，女佣竟然在自己家后院举行巫毒仪式。这个女佣被赶走以前送了一个娃娃给他小儿子，把他命名为罗伯特。当然，这个受虐女佣绝对不是好心才送这个娃娃的，她在娃娃身上下了无法解开的恶毒咒语。之后拥有它的人都发生了离奇的受伤，甚至是死亡。目前它被陈列在一家博物馆里。第2，希望钻石诅咒。希望钻石是一枚重 45.53 克拉的深蓝色钻石，使它闻名于世的不止它的美丽，更是因为它颇具传奇色彩的厄运故事。这颗钻石的最初的主人可以追溯到400年前，这是一块来自特伦甘纳著名煤矿的石头。1666年，法国宝石商人塔沃尼尔买下了这块石头。1668年，他把它卖给路易14国王时，它被称为塔沃尼尔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被切割并重新命名为法国蓝。不久之后，厄运就降临到路易14身上，他最宠爱的孙子突然死去，使其备受打击。在之后，既成为了路易16和王后玛丽收藏。不过之后，法国大革命，路易16夫妇就双双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后拥有它的人也纷纷吃到了苦果。第1，图坦卡门的诅咒。图坦卡门的陵墓并没有藏在高高的金字塔中，而是建在地下，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被发现。直到1922年11月5日，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终于找到了图坦卡门陵墓的入口。他竟然开凿于断崖底下。图坦卡门于公元前1323年去世，时年约18岁。在挖掘图坦卡门的古墓时，匾额上的文字被翻译出来了：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死神之意将在他头上降临。从此，图坦卡门的诅咒似乎从远古的阴影中扩散开来。数十年来，凡是胆敢进入法老墓穴的，几乎一一应了咒语，不是当场毙命，就是不久后染上奇怪的病症而痛苦的死去。曾经闯入陵墓的卡纳冯勋爵在开罗去世，享年56岁。最怪异的是，1929年卡纳冯的遗孀也死了。仅6年的时间里，就有20多人莫名其妙的死去。对此，有的专家认为这并不是一些诅咒，他们只是在陵墓中感染细菌得病去世的。因为那些细菌在陵墓中生存了3、4千年，所以让现代医学有些措手不及，无法医治而已。这些诅咒是真的存在的吗？你还知道那些恐怖的诅咒？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我是所长，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